好，再回到環球大亂線的節目現場，我們都知道呢，金融體系其實也是一種武器攸關着你我他的這個資產，還有我們的購買力。那進入到2026年呢，中國大陸對於人民幣其實是很有想法的，希望把它晉升為一個強勢貨幣的目標，已經跟過去呢只是追求國際化，然後來做一個溫和的結算，這樣的表述已經不同了。我們來看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他在中共的黨刊《求是》的文章中提及，金融強國的核心之一呢，就是要打造一種能被廣泛運用於貿易、投資還有外匯市場，並且具備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的一個強勢貨幣。那打造這種東西呢，一直以來都是美元在做的事情。但近年動盪不斷，全球對於這個單一美元的一個做法，其實已經產生一些信心動搖了。那現在北京定義這一種新型的強勢貨幣的一個新的定義，然後呢，帶有更強烈的金融主義色彩。那這是為了在地緣衝突當中，如果万一發生什麼事情，美國要制裁的話，可以為中国的經濟或者他的盟友來的經濟穿上一層防止金融制裁的防彈衣嗎？賴老師怎麼點評現在人民幣想要提升地位這一套的金融戰略？金融體系這個部分是中國大陸在整個國家發展中的最後一塊，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塊。它像是一個我們的血管一樣它是串流所有的，不管是生產製造業、商品或者是服務貿易，它都由這個金融來去串流。那現在習近平已經說了，在“1555”計劃裡面，那個人民幣就是中國的金融國際地位，要在這5年內要打造出來。是，我覺得他們也已經召開了金融會議了不過我覺得他們有提出幾個要點，第一個就是說要走中國特色的金融體系。不走華爾街美國的那套系統，因為他們也發覺走美國華爾街的那套系統風險太高，那問題就在於他們怎麼能做到這個部分。我個人覺得看看嘛，因為這個是很複雜的問題，這個工程也比較大。我本身也並不對金融是十分內行，因為蔡委員比較內行，但是我覺得他們已經下了這個決心然後也定出戰略計劃，而且也把目標也都定了。接着，他們開始在動員他們全國的金融人才，還有就是他们要挖掘世界各国的，就是金融的人才到他们這邊來。我個人認為，他們選擇跟英國的最重要的一個破冰的這個交往，我個人認為他們是有考慮要接近學習英國的國際金融體系的運作方式。我的判斷了那當然，我覺得本來你要成為國際的金融體系的一個強者，你要先當學生。當好學生才能當老師嘛？對，所以我覺得學習、發展、探索、摸索，找到自己的路，是他們現在在走。是，好，中國大陸現在對整個打造新的金融戰略非常有想法。不過，美元霸權已經行之有年了，不是短時間那麼容易可以被動搖的我們來看一個數據，就是川普第2任期的政策雖然帶來了眾多的不確定性，美債大家也不喜歡了，但是根據全球金融訊息服務機構，也就是 SWIFT。這個體系的數據顯示呢，美元在國際交易中它的霸主地位還是穩妥妥的。去年12月升至50.5%，比前一個月的11月46.8%又提高了，成為該組織調整交易數據收集的方式以來呢，美元佔比一個最高的時刻跟水位。此後美元第一，此後才是歐元、英鎊、日元、加幣，然後才到人民幣，所以人民幣目前是排在第6位的。那因此呢，中國大陸為了要端出一個殺招，就是數字人民幣2.0。這個東西好在哪裡呢？它就是利用這個多邊央行的數位貨幣橋，我們叫 mBridge。它這個系統呢，可以繞過傳統的 SWIFT，不走這一套，還可以給你的數字人民幣裡面的這個錢包餘額付利息雖然只有少少的0.05%，但是這個從0到有的突破呢，有人視為是一種質變，因為是挑戰傳統貨幣與穩定幣的邊界。那種種的做法，我感覺是好處多多，但是委員是金融專業，你覺得這套做法短時間內行得通嗎？其實沒有關係沒有關係。你那個 mBridge 只是人民銀行用來取代印現鈔而已所以以後現鈔用了本來就越來越少了，mBridge 就可以取代現鈔，而這個跟所謂金融強國沒有關係。我在呼籲中國大陸要建立金融強國，已經
忽略快2-3年了，那也沒有看過這個他們把它擺在15裡面計劃啊。那最近突然間，習近平在《求是週刊》裡面丟出個金融強國，我當然喜形於色，說大陸終於做到這一塊，因為你這一塊做不好，你什麼科技強國、製造業強國，都只是肉包子打狗，很容易被揍扁的哈。這是一個很現實問題。但是，他講的內容可能跟金融強國又不太一致，很可能他幕僚在寫這個稿子的本身哦，他不是專業的人來幫他寫的哈。那為什麼呢？我跟大家解釋哈。中國大陸現在的，你不要講什麼貨幣外匯啊，貨幣外匯你再講再多都沒用。為什麼？它是寄生在銀行裡面的，沒有銀行這個東西是不存在的。是，好，你要注意到，有銀行才有這些東西，沒有銀行就沒這個東西。那中國大陸哈的銀行，你要注意到個特徵哦，這個美國的銀行在全世界198個國家裡面，160個國家有美國銀行，只有不到40個國家有中國的銀行。這第一個。你銀行沒有國際化，你人民幣怎麼國際化？你怎麼期望花旗銀行會幫你操作人民幣？你當然只能期待你自己的中國銀行或中國工商銀行嘛。对，哦，這是第一個，你的銀行國際化的人數次數太少。好，這他們沒有把它寫進來哈。有的其實不用關，就不用擔心嘛，因為他自己的銀行出去外面，他就會去搞人民幣啊，搞這個搞那個產品啊，對不對哈？啊，不然他們有什麼生意做？他跟他搶做美元產品，你不可能嘛？搶做加拿大產品也不可能嘛？哈，所以這個優勢要創造出來。那最近那個誰，那個中國銀行啊，跑到倫敦啊，那個首相斯塔爾說，好，我批准你一個人民幣營運執照。對啊，這個就是一個進步。那不能只有英國啊，你光英國還有很多國家才行。慢慢來，一步一步，你才有所謂的匯兌的需求嘛？哈，要不然你匯兌還要透過別的銀行，那你不是自己找麻煩啊？隨時被他切，你就過不去了嘛。第二個就是中國大陸的銀行說，每一次看了排行榜，中國大陸排前面，就是說我所有的存款、所有的儲蓄幾乎都集中在銀行，沒啦。那為什麼美國的銀行裡面存款比例比中國來的少這麼多，放款比中國來的少這麼多？為什麼？因為他們走了現代化金融，不走銀行金融，他走的叫直接金融。什麼直接金融呢？就是不透過銀行的信貸做這種貸款，他透過什麼？債權證券化，用公司債、公債，像最近那個誰啊，那個 OpenAI 就是發行企業債券去募集，它不是跟銀行借錢嘛？那這個東西有個特別的優勢，成本低，效率高，所以美國形成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債券市場，有全世界最大的股票市場，就是這樣形成的。所以中國大陸一定要在內部裡面哈，用市場機制取代銀行管理機制，就是說。我現在貸款給誰，基本上要靠關係啊那種。可是當你變成一種證券化的時候，就由市場去決定。沒錯啊，市場去決定哈。所以如何使得中國大陸的銀行不要那麼內向、內捲，而且它使得存放款的利差太大，它等於坐在那邊什麼事都不去做，這個賺錢啦。啊，這個不對，這個不對。你要讓它像電動汽車一樣去內捲，也產生高度的競爭力。開疆拓土，你才有辦法開疆拓土嘛。啊，所以現在銀行還是。好處是說我管得它不會倒，壞處是說它都是被我保護的巨嬰，你怎麼跟別人競爭？所以大陸要建立金融強國，要先有建立強勢銀行。你有了強勢銀行，就不用擔心人民幣不會強勢了吧？哦，所以他可能要整個思考路線要全部顛倒過來。問題不在貨幣，問題在銀行體系。好，我們這個經濟專業的委員提出了哈，要建立強勢貨幣之前，要先把強勢銀行這個雛形給弄出來。我們再來看，從去年開始觀察到全球金融市場有一個非常弔詭的現象，就是大家瘋狂的搶購、囤積黃金、白銀這類的貴金屬，一旁卻是這個堆積如山、乏人問津的美國國債，說明了全球正處在一場這個極度的信用飢渴狀態。當現在這些西方的法幣呢，這個信用啊開始有點集體搖晃，不是在受到過往那麼高的信任度的一個契機之下，中國大陸此刻發力來推動強勢人民幣。有沒有機會讓人民幣成為這個關聯更深、跟黃金的一個連接性更強的一個避風港？這是我們要探討的話題。還有，趁着美元這個危機的一個裂縫產生呢，我們來見縫插針一下，來植入一套屬於東方的一個金融新秩序。將軍怎麼看這個願景？跨國的貿易哈，從古時候絲路就開始了。對，
絲路那個駱駝上面帶的都是一袋一袋的黄金，可是你駱駝再強壯，你帶的黃金重量還是有限嘛，哈。那我們到大航海時代，船所帶的也都是金幣，那時候大家只信任黄金，哈，沒有一個國家說我拿一張紙幣來講，哈，取代黃金。但是後來這個世界慢慢貿易越來越多，然後世界通訊也越來越，資訊也越來越清楚，哈，所以美元漸漸的就取代了黃金的地位，因為紙鈔畢竟比較薄嘛，比較容易攜帶，不像黃金那麼重，所以就變成用美金來做一個通貨啊，或者是來做一個國家的一個儲備哈。那最近黃金會漲成這樣，我覺得事出反常必有妖哈。這個妖是誰呢？不就是川普自己本人嗎？你看他從他上任以來哈，不管是對格陵蘭這個動武，或者是說他自己最近的一些言論，說這個美元貶值很好，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甚至於他揚言一直要這個美元利息降低，在這種狀況之下哈，我們就看到美元的地位越來越薄。這個時候啊，當然人民幣目前在世界貨幣的佔比來講不高哈，大概只有1.9，並不高。美元是到多少？美元是到57%哈，跟這個人民幣跟它還是沒辦法相比。可是去年來講的話，這個大陸他們的貿易順差達到1.2兆美元這麼多哈，那這絕對就不能小覷，也就是說代表它的這種人民幣它的重要性會越來越高。那人民幣重要越來越高，現在人民幣。